朱熹，你似乎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情，你本源中的那股隐晦力量会侵蚀你的所有力量。冯老的声音里充满了疑惑和警惕，那股隐晦诡异的力量如同游丝在朱星的本源中流转，时隐时现，让人捉摸不透。朱星的笑声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傲慢。我说过，我会取代第一神火的位置，至于我做了什么，你不必过问，我只要变强，神火第一的位置是我的。在冯老的惊愕目光中，朱星世界变得扭曲而陌生，一股深邃到几乎可以吞噬一切的诡异力量自地底深处涌出，仿佛无底的深渊在呼吸，将整个空间染上了一层死亡般的寂静。原本璀璨夺目的朱星神火，现在看来不过是即将熄灭的火星，无力地闪烁着微光。神火乃是光明与希望的象征，如今却在这股诡异力量的侵蚀下逐渐失去了光辉，它如同被暗物质污染的本源，正在失去原有的色彩和光泽。冯老能感受到那些曾经炽热无比能够焚烧一切的朱星神火正渐渐变得冷淡，取而代之的乃是暗物质，散发出那一股暗能量。朱熹，你曾是9大神火中最纯净的存在，你可以追求更强的力量，但绝不是以这种代价与换取那股暗能量。冯老的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悲凉与失望。你知道主人曾经说过，你们9大神火唯一不能沾染的东西就是这的暗物质，你竟然为了变强选择了这股暗能量来侵蚀你的本源，你这是彻底的叛变了。冯老的声音变得异常，他的一双金眸中闪烁着神圣光芒，盯着朱星神火。他看着那曾经辉煌的朱星本源，如今如同被一步一步的被暗物质侵蚀本源，双手不自觉地紧紧握紧起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仿佛连呼吸都被这暗物质的能量所控制。冯老感到自己在这股力量面前首次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深知一旦这暗物质能量彻底吞噬了朱星世界，那么朱星神火就会不复存在，到时候焚神9火也会变成了焚神8火，从而导致无法激活其中的无上神力。这样的局势可不是冯老所要见到的。焚神诀，这可不能怪我，当初如果主人好好的看我一眼，用心一点，我想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发生。可是从那刻起，我就在想，为何我身为大纣孕育的神物要听命于他？我的能力虽然比不上他，但我可以用我的超强能力一步一步的进行升华，终究有一天我可以站在与他同等高度。所以在一次的偶然间，大纣似乎在告诉我，我应该变得更强大，才能站在全新的高度。朱星的话语在空旷的朱星世界中回荡着，可以听得出此刻朱星对焚神的那一种恨意已经恨到骨子里了。朱熹，你的本源意识已经被暗物质能量侵蚀的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真正意识。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这股暗物质的能量你不该碰，一旦碰了，那就没有回头路了。而且一旦被这暗物质能量侵蚀本源后，你的恨意将会无限的被放大，最终你也会成为暗物质的一部分，而你不但无法取代神火第一的位置，反而你成为了暗物质的奴隶，没有自己的意识思想，你会更失败。你可知暗物质的来历吗？它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当年就连主人对其都是极为的忌惮，它是能够给你更强大的力量，可是这股力量依旧是附加在你身上的力量而已，最后还会导致你不是你，而它还是它。所以你究竟在做什么？究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力量，还是让自己走向彻底的毁灭？冯老的话语传入朱星的本源中，可是朱星并没有一时间回答出来。朱星的那一双漆黑的眼瞳中映出了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跳跃火焰，他们在暗物质能量的冲击下挣扎着哀嚎着，最终归于沉寂，仿佛那股暗物质能量正在撕扯他的朱星本源，将他推向一个他都无法抗拒的暗黑深渊。不可能！大纣告诉我，只有这股力量才能让我有机会成为神火第一，甚至站在主人的那等高度。朱星的惨叫划破了沉寂的空气，他的身体犹如被黑色的光芒包裹，每一次光芒的爆发都似乎要将周遭的空间碾为尘埃，那黑光如同细碎的梦魇，不断崩碎，又在下一刻又重生。无序且狂暴至极，周围的景物在这突如其来的毁灭之力下显得脆弱不堪，这片空间开始逐渐的崩碎。朱星的双目之中此刻出现了一道浑浊之气，映照着这片空间，他的内心剧烈的挣扎。大纣告诉你，这不可能，你的力量根本无法触及大纣万物法则之源，怎么可能会触及到那等对话？想必就是你体内这股暗物质能量的手段。朱熹，主人没有对你偏心，没有不对你用心，他对9大神火一视同仁，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安排的意义。而你现在的样子，神火不是神火，自己不是自己，
这就是你说的要取代神火第一，这就是你想要站在与主人一样的高度。粉老的身影静静地站立虚空，他的目光穿过烟尘，凝视着那道此刻在挣扎的诛心。诛心，你可不要忘记与我的契约，只要完成这契约，你将会拥有你想拥有的一切，你可不要被他给三言两语洗脑了。一道无比浑浊之声自诛心本源的深处传荡出来，使得诛心的意识薄弱无比，仿佛只剩下一道随时可被熄灭的黑色火苗。主人，粉老的这一番话仿佛被诛心听了进去，在这最后的一刻，他的意识中浮现出了主人的身影，那是一张威严而神圣的精致俊美脸庞，如同亘古不灭的神智，双眸中闪烁着摄人心魄的神光。他的身影出现，仿佛能撼动天地，让万物俯首，即便是虚空也因他的气场而颤抖。周围的空气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缩，变得凝重而静默。诛心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压迫感，他仿佛能听见自己的本源声在加速，每一次加速都伴随着主人的威严无尽的力量在诛心的本源中奔腾。他仿佛听到了来自一方世界法则的呼唤，那是对无上的敬畏和顺服。主人的身影仿佛融入了世界中，诛心在这股气息下感到自己的渺小与无力，但他知道正是这份无上的力量，当时让他坚定不移地笑忠于主人。就在这时，主人的身影轻轻一动，周围的法则似乎为之一颤。诛心感受到了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那是属于主人的独特印记，是他永远追随的光。在这个最后的瞬间，诛心眼中的一切都被那道身影所笼罩，他的世界里只剩下对主人的崇敬和对无上力量的畏惧。诛心，清醒过来吧！粉老见诛心有所动摇，立马继续的加大火把。然而现在诛心自己的意识有所清醒了过来，那对焚神的憎恨也稍稍消退了一些，但他体内还有一股隐藏的诡异力量正在他体内疯狂的暴动，甚至将诛心本源给侵染在这片空间之中。诛心站立着，他的脸色突然扭曲，仿佛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体内仿佛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在肆意咆哮。他的双目如炬，燃烧着熊熊的火焰，那是他最后的抵抗，准备将体内的暗物质彻底逼出他的身体表面。突然爆发出一团强烈的光芒，那正是诛心本源。在这关键时刻，诛心将所有的本源力量都凝聚在这一团光芒之中，火焰如怒龙般腾空而起，向四周蔓延，照亮了四周的黑暗。然而诛心体内的那股无形的暗物质能量却强大到令人窒息，它仿佛是世界的阴影，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当诛心神火与之相抗时，竟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神火在暗物质的冲击下，如同风中残烛，忽明忽暗。诛心的脸上露出了痛苦与不甘的神色，一时间，两者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一个光明炙热，一个阴冷诡异。就在诛心以为自己能够冲破暗物质的侵蚀时，那暗物质却如同黑暗之源的涌来，瞬间淹没了他的神火本源，将他的本源吞噬侵占。诛心的身体在这一刻僵硬，仿佛被冰霜冻结，他的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绝望，却也透露出一丝的坚强不屈。突然间，诛心的身体如同被无形的重锤击中，脸色骤变，他感到体内的神火本源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那股暗物质宛如夜幕下的幽魂，不仅没有被驱逐，反而在神火本源的冲击下愈发狂暴，他的能量强大到令人窒息，仿佛要将一切侵蚀殆尽。诛心咬紧牙关，他知道此刻不容有失，神火本源在他的掌控下化作一道道璀璨的火龙，在他体内肆意咆哮，试图找到暗物质的弱点，但那暗物质却如同世界的影子，狡猾异常。他在诛心本源中蜿蜒游走，似乎在戏弄着诛心的每一次攻击。终于在一次激烈的碰撞后，诛心感到一股冰冷的力量瞬间蔓延至全身，他的神火本源在这一刻像是被抽离了一般，暗物质趁机发动，一瞬间占据了诛心的所有本源。诛心面如死灰，他的身体仿佛被掏空，本源的力量在顷刻间消散无踪。他目光呆滞，看着虚空中的某个点，内心却是惊涛骇浪。那股暗物质的力量在他体内肆意破坏，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剧烈的煎熬。诛心知道自己的本源如今被侵占吞噬，很快自己将会彻底沦为暗物质的傀儡。此时的诛心光芒变得越发暗淡，因为即将被暗物质能量取代，吞灭所有的诛心意识。粉老的目光如电，投射在那团摇曳的黑色火光上，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幽极。诛心神火的本源是焚神九火中缺一不可的本源，一旦沦陷，不仅会失去激活焚神九火中那一道无上神力的机会，更是会让主人精心布下的庞大棋局化为一切的泡影。粉老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样的事情发生竟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他的目光紧紧锁定在那团奄奄一息的火焰上，仿佛试图用意志的力量去支撑它，让它重新焕发生机。可是这似乎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效果。交出诛心本源，不然打得你暗物质分离。粉老的声音冷硬，不容置疑，他的声音如同雷霆，撕裂了虚空的寂静。他的身影在虚空中扭曲，仿佛下一刻就能化作一道炽热的光芒，将所有阻碍焚成灰烬。因为此刻他的内心却是波涛汹涌，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更是一场关乎主人的布局。在接下来要怎么走，暗物质仿佛感受到了威胁，他以一种难以形容的方式波动起来，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开始扭曲变形。粉老的脸庞上怒意与杀意交织，形成了一道可怕的气势。
如同一柄利剑，直指那侵蚀吞噬一切的暗物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即将爆发的紧张气息，冯老与暗物质之间的对峙就像是两股不可调和的力量。暗物质似乎感受到了冯老的愤怒，那些幽暗的触手蠢蠢欲动，想试图进一步将冯老都给吞噬侵蚀。想吞噬我，真是异想天开，那就把你打回大纣深渊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世界。冯老一脸认真，这也是他极其认真的样子。对于诛心本源都被吞噬侵蚀的暗物质，他得拿出真正的实力，不然根本无法撼动这恐怖的暗物质能量。冯老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大纣中竟然还有残留的暗物质能量，这对于整个大纣来说都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我也想看看曾经那位站在大纣最顶端的无上巅峰，他手中的焚神诀，如今的实力能否达到那时的鼎盛。突然被侵占吞噬的诛心嘴巴动了动，传出的却是浑浊之音，仿佛是混沌还没初开时的声音。暗物质的能量弥漫开来，所过之处的空间空气都被瞬间吞噬，最后化为了暗物质的一部分。整个天地间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毁灭的压迫感。下一刻，一股带有毁灭性的能量从诛心的本源深处释放出来，